你以为你懒，其实不是你，是环境在开挂或作妖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大脑本质不是追求成长，而是躲避痛苦。你以为自己缺乏自律，实际上你只是生活在一个默认让你低效的系统里。每天早上你发誓，今天一定要锻炼写计划，戒掉短视频，结果10分钟后，你又陷进了短视频的黑洞。本来只是想放松一下，却不知不觉被算法牵着走，连要不要开始都忘了。不是你意志力不够，而是你根本没有换掉那个让你自动失败的环境系统。你以为你在做选择，其实你只是被环境预设了选项。你永远赢不了一个比你更早启动的系统。大脑不关心你的目标，它只认眼前的刺激。意志力只是点火器，环境才是让火不灭的氧气。被神化的自律谎言。我们都被灌输了一个迷思，要成功就必须超强自律。事实是，高产的人不是拼命硬撑，而是让系统替他们做选择，让好习惯变轻松，让坏诱惑变麻烦。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更聪明。他们不和人性对抗，而是利用人性开挂。这就是今天要拆解的核心情境设计。二大脑不听命令，它听环境的。你的环境其实是潜意识的操作系统，每个 APP、每个声音、每个摆件都是输入指令。你以为自己在掌控，其实是在被脚本控制。改变行为最聪明的方式不是硬抗诱惑，而是重写系统配置。行动力不是靠口号激活，而是被环境牵着鼻子走。你上次效率爆棚是什么时候？不是突然变勤奋，而是环境刚好替你上锁。在咖啡馆、图书馆或朋友一起努力的场景，你没有变强，其实只是环境在推你前进。人不是缺行动力，而是缺触发行动的环境开关。三高手不拼意志力，他们不陷阱。你以为行动靠决心，其实靠的是默认路径。高手从不跟情绪硬碰硬，他们让环境替他们决策。比如有人想健身，不是靠狠话或计划表，而是直接买一张离家2分钟的私教课。他不是在逼自己去运动，而是在让不去变得更贵。又比如，你以为别人能早起读书靠自律，其实是他把咖啡机的定时器设在早上7点，醒来就能闻到咖啡香，那股微小的愉悦就是潜意识的势能开关。真正的高手不是压抑欲望，而是转移奖赏。他们不对抗诱惑，而是把诱惑重编程。比如上地铁带本书，让大脑自动选高价值输入，在电脑桌面只留一个目标文件，让自己一打开设备就直接进入状态，不靠决心，而靠无路可逃的启动。因为潜意识最怕的不是努力，而是空白。只要你一进入正确的情境，它就会自动开挂。真正的自律不是硬控自己，而是让环境把你推向对的方向。聪明的人不拼力气，他们不举势能。环境不是背景，而是隐藏的编程器，它在幕后悄悄写着你的人生脚本。所以别再问我该怎么自律，真正该问的是我该怎么重写环境，让自己自动去做正确的事。记住，聪明的人不靠意志力拼命，而是让环境替潜意识开挂。这才是行动自动化、效率暴击的底层黑科技。4. 反向公式，让行动自动发生。你只需要掌握这3步：触发，然后简化，最后让它固化。触发在办公桌、厨房、书房等最容易行动的地方放置关键提示，比如在电脑桌上放当天待办清单，茶几上放阅读材料。不等有动力，让物理空间替你启动行动。简化，让启动变得超级简单，比如只要求自己写1段开头或看1页资料。一旦开始，大脑会自动延长任务时间。固化，把小奖励和完成动作绑定起来。写完1段文字就泡杯咖啡，整理完资料就播放喜欢的背景音乐。大脑会上瘾于正反馈，让行动自然延续。动力不是等来的，而是设计出来的。别再盯着我什么时候才有动力，因为动力是环境触发的副产品。聪明的人不靠激情和意志力，而是让环境和系统替他们行动。5. 财富觉醒，行动力等于可执行的思维复利。这不仅是生活技能，更是财富底层逻辑。在商业世界，能把计划变成落地的人，永远比想法天才更值钱。行动力不是努力，而是认知资产。当你把情境设计变成习惯，
你掌控了执行力的现金流，因为越能让自己自动执行的人，越能复利时间，越快进入财富自由。最昂贵的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你明明有梦想，却一直停在原地。因为机会不会等你，潜力不会自己兑现。行动力就是你与未来之间唯一的桥梁。你看到的成功人士，其实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他们提前10步，把环境设计成自动执行系统。6. 人际关系，让社交成为你的外部自律器。为什么你在办公室容易专注？因为周围同事都在处理任务，键盘声、讨论声日程，提醒在无形中牵引你行动。这是社会认同触发，我们的大脑自动响应环境提示，而不是靠意志力。所以如果你想稳定成长，不要靠孤军奋战，而是找一个成长型圈子，让别人无形地拉高你的标准。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你身边人的默认模式。你不是拖延，你是被环境拖着。你不是没动力，你只是没触发的。你不是不自律，你只是系统错误。当你开始重塑环境，一切都会跟着变。不需要拼命，只需要重构输入，换掉让你分心的空间，清空低效刺激，设置自动触发点。从那一刻起，行动不再是挣扎，而是一种顺流。改变自己最聪明的方式，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换系统。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，已经明白一个事实：靠意志力很累，靠环境也很稳。从现在开始，试着设计一个小环境实验，把一个你想做的事用环境替你触发。比如把待办文件放在桌面，提醒写作的笔记本摆在眼前，把手机放远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行动变得顺理成章。评论区写下我准备改变的第一个环境是，让我们一起看看谁先打开自动行动系统。如果今天内容让你有收获，请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加转发。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更残酷但更真实的话题：为什么你总是低估自己？你以为是自卑，其实是潜意识在偷偷设限。下集我们一起撕开自我限制的底层机制。真相很不舒服，但听懂的人，人生会开始反转。